你不玩 PoE 时，如井底之蛙见天上明月；当你玩了 PoE 后，就如蜉蝣之见青天。大家好，我是明珠。赛季末了，如果是往常的话，可能会跟大家聊一聊 build，聊一聊下赛季的改动。但是今天我想暂时放下这些内容，聊一聊这款游戏中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，探讨一下这款伟大的游戏到底教会了我们什么。PoE 当然是一款游戏，但在我的心里，它绝不仅仅是一款游戏而已。它教会了我很多东西，其中有一条就是，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追求一种确定性，而不是去追求可能性。这也是我目前工作和创业一直坚持的一种理念。我常跟我的小伙伴们说，如果有一件产品，你把它推销到1000个人的面前，然后你能笃定的卖出10份，那这就是好东西，应该去做，这是确定的。但是有一件产品你做成了，或许能卖100万份、1000万份，但同样呢，有可能1份也卖不出去，那就不该做。其实一开始玩 PoE 的时候，我也跟大家是一样，进了图心心念念，只是想着下一只怪会不会叮的一声掉个镜子，或者说来个野生的猎手，或者是空相当时那个时候空相还是很值钱的。那种感觉的话是非常刺激的，因为可以向朋友们炫耀吹嘘自己的好运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掉一个崇高石都会截图下来，然后直接发到群里，在朋友面前炫耀好久。后来呢，我发现我玩了7、8个赛季之后好像每个赛季都没有赚到镜子，并没有出现那种叮的一声财务自由的情况。直到后来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吧，就是在圣所赛季的时候，打了一张原罪的门票，那个时候换到了第1面镜子。后来我的每一个赛季都只爱去圣所，总感觉还会掉原罪门票。当时可能是基于一种玄学总感觉圣所很爱我实际上其实再没掉过。但是呢，有趣的就是每个赛季我还真能又赚到1面镜子，因为圣所的稳定性收益真的是走向财务自由最稳妥的路。它每跑一轮平均有2D嘛，10轮就是20D嘛，跑100轮就200D，对吧？跑个150轮就1面镜子，这个收益真是太稳定了，太看得见了。直到后来圣所大削了之后，我就开始深钻通牒，因为通牒它也是确定性的收益，只要我机体够强，心不乱手不抖，那收益那蹭蹭的板上钉钉。虽然不会特别离谱，但是这种确定性让我心里非常踏实。恰恰圣所和通牒，我发现好像是大多数人都不太愿意使用的策略，可能是因为比较无聊吧。这当然也符合28定律了，80%的人不愿意干那些枯燥而痛苦的事情。但财富呢，一般掌握在那20%人的手里，所以 PoE 的这种经历也是极大的丰富了我的财商，让我知道有巴菲特和查理芒格这2个大神，也让我深刻的认同他们的理论，就是说，跑得越慢，策略才越优质，才可以最终笑到最后。PoE 使我明白，并没有所谓的一夜暴富，那些都是天上掉馅饼，掉不到我头上的。我现在在生活中也是，工作中也是，只愿意去做那些刷圣所一般的苦活，虽然门槛比较高，过程枯燥，但我就是不想要那个万一，我就要那个一定，把命运交到自己的手里去操作，而不是地图里面的掉落率。追求确定性而不是可能性，就是 PoE 教会我的第1课。那么它教会我的第2课，尊重金钱，尊重你的资产。各位小伙伴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赛季中期
有时候刷的顺了，仓库里面躺着几百 D，C 的话3、4千，心态非常容易膨胀，然后看到那种2 D 一次的什么前缀不可改变啊，后缀不可改变啊，这种就像看零钱一样，心里想着我有的是钱，随便做，一定出个极品。这种心态就像极了我几年前做公司时候的样子。那时候业务还可以，手里有点现金流，就开始看不起那些所谓的低质量的项目，觉得那是小钱，不屑于去赚。项目多了就自以为是，不想赚那辛苦钱，还盲信什么要筛选客户这种离谱的理论。那有时候商务的那个项目都找上门了，我们为了降低那个谈判成功率硬生生抬高报价，把那个80%的谈判成功率降到了50%，蠢的真的是蠢的要死。更加离谱的是，我们就是开始盲目的招人，只想着自己不干活，招人来干就是了，然后把自己解放出来，美其名曰让自己做更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摆烂嘛。那时候甚至觉得花钱做一些华而不实的营销也无所谓，投一些陌生的领域也赔得起。但结果呢，真的就应了那句话，坐庄穷3代。在游戏里面呢，是用一次次的破产点醒我，你赚到的每一枚通货，本质上其实都是你的生命力。游戏里面那是你爆的肝熬的夜，而现实中那是团队没日没夜的加班是我们整个团队透支的健康。那钱赚的不容易的，所以只有尊重金钱，金钱才会愿意待在你身边。当我们因为账面富裕而不再尊重成本的时候，就是危机的开始。所以，请尊重金钱，尊重你每一分的劳动所得。如果你不尊重它，金钱自然就会离你而去。至于 PoE 教会我的最后一课，听起来可能有些反人性，那就是学会享受痛苦。PoE 最迷人的地方其实在于赛季重置，每隔3个月，我们甘愿放弃一身的神装，散尽千金，回到那片阴雨连绵的海滩，重做一个流亡者。为了这一刻，我们啃那个几万字的更新公告，钻研枯燥的数值，只为了比旁人跑快那一步。其实这本质上是极高段位的一种延迟满足。反观现实中，却很少有人敢于放弃舒适圈去享受这种痛苦。这也很正常，毕竟人生不是游戏嘛，人生比游戏更加没有确定性的。很多人在游戏里面可以花数小时、数十小时、数百个小时去攻克难关，到了工作的时候却没有开荒的勇气，遇到新技能就怕，遇到了难关就绕道，只想躲在舒适圈里吃老本。好在 PoE 算是治好了我个人的舒适圈依赖症了。我是真的很爱这个游戏，希望它始终给我带来正向的帮助。游戏玩多了，其实有时候我会有意识的走出舒适圈，开始享受这种刻意学习的痛，然后面对陌生的领域，面对棘手的项目，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心生厌烦，反倒像看到了那种新赛季的 patch notes 一样。我会告诉自己，新赛季又开始了，该去研究新的 build 了。
这种刻意走出舒适圈的感觉让我着迷，因为我知道，就像游戏里一样，只有经历过开荒期那种资源匮乏、步履维艰的痛苦，你才有资格享受后期那种横扫一切的爽快。现在我相当于已经把自己的人生呢过成类似 POE 赛季的东西，攻克了一个技术难关，拿下了一个大客户，或者把公司带上了一个新台阶。对我来说，就是这一季的毕业。我不会抱着这个功劳簿就睡大觉，我会告诉自己，赛季结束了，该归零，该重启了，然后带着同样的热情一头扎进下一个更难的关卡里。在生活这场无限的游戏里，没有终点，只有下一个赛季。以上就是 POE 给我带来的人生感悟吧。我想最后用一句诗来表达我对 POE 的情感。这句诗是《大唐双龙传》里面石之轩说的一句很有意蕴的诗：30年来寻刀剑，几回叶落又抽枝。自从一见桃花后，直至如今更不移。我是明珠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加关注，谢谢大家。Good luck, Exile.